所以这样的迷之操作真的是还挺让人琢磨不透的。朋友们，在国内10万元这个插混级别里，比亚迪一直是市场独大的啊，但是它的竞争者也非常多。比如说我旁边这台奇瑞的风云 A8，那这台车呢，它的插混系统不俗，包括它的整个续航里程也比较长，但是整个实际上的销量就也非常的一般了。奇瑞的车无论是技术还是质量来说，都是目前国产车里的佼佼者，但是奈何它每次的营销搞得真的是让人琢磨不透呀。这一次风云 A8 的远航版终于来了。那这次3月份上市的远航版，相比1月份的风云 A8 来说，我觉得整体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它们的配置就完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，但是它的价格呢是下调了2万块钱。那所以说，其实由此可见，奇瑞呢它总是喜欢把价格定得高高的，但是它后期又会给你到这种大额的补贴，所以这样的迷之操作真的是还挺让人琢磨不透的。大额的置换补贴，那对于之前没有车首次首购的车主们，那买奇瑞的车确实不太友好哈。但是对于有车的老车主们，所以说奇瑞它就是能做到复购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了。那这次直接来看产品，在前脸部分是采用了这种无边框的设计，整个前脸看起来就更加的整体，更加的前卫，更像新能源了。然后我们再来到整车的尺寸上，车长是接近4.8米，轴距2.79米，在尺寸上它确实要比比亚迪秦 PLUS DM-i 要大不少的，所以说整体在侧面上，整个视觉感受给了你了，就是它更像一台 B 级车了。在进入到车内，你会发现整个内饰跟现款的区别不大，几乎是一样的啊，依旧是这个双12.3英寸的智慧大屏，内置是雄狮的系统以及815的芯片，整体的话，我觉得跟以往的区别几乎没有啊。但是你对比了入门版本车型的配置之后，你会发现多少有点背刺了，因为它现在新款的入门版本也给多到了17寸的轮毂、侧气帘、倒车影像、倒车雷达以及4门车窗的一键升降，还有什么自动空调以及双温区的分区控制啊等等10多项配置，整体在产品力方面确实是提升了，但是老车主真的是感觉多少有点背刺啊，而且这个车才上市3个月左右。另外这次在动力方面，风云 A8 依旧是搭载了 1.5T 加电机的组合啊，我认为它可能目前最大的优势在动力这一块，它就是 1.5T 了，因为同级很多可能还是用到1.5升的。那这次它的发动机和电机的功率分别为115千瓦和150千瓦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它这一次它的热效率是给做到44.5%，所以说在续航这一块，它相比比亚迪的秦 PLUS DM-i 来说也有很大的优势了。但是说实话，其实现在的人更多是去关心指导价了。你就好比秦 PLUS， 它卖79800，它就照着79800去卖也没有优惠，那所有人都知道它只要79800了。但是你奇瑞风云 A8， 你不管是10.999万还是11.999万，然后你再进行优惠，其实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对比之下会觉得它有点偏贵了。而且现在的人真的没有多少时间去了解你的补贴多少啊，置换补贴什么样的情况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如果说你有一个好的定价策略，你会给这样产品里带来很大的提升，才不会去埋没这样一台好的产品。